我只是一介女流，除非得到你的辅助，或许我还可以有一分作为。姑姑实在是太客气了。龙吉一向幼承庭训，事不三思终有悔，人能百忍，自无忧。明者慎微，智者时机。侄儿是怕小不忍之大灾吗？三公子，这次会面，究竟太平公主意欲何为啊？我觉得姑姑怕是想试探一下本王吧。为什么呀？姑姑野心勃勃，不在皇后娘娘之下，才智更胜娘娘。这次忽然退隐太平观守孝，想必是另有图谋。公主若有所图，是不是跟公子有关系？姑姑的确是令人猜不透。不过从今次会面来看，她是要确定父王与我是不是站在皇上和皇后这一边。莫非太平公主怀疑三公子和王爷会与皇后武三思结成同盟？这我还不能确定。不过姑姑有心觊觎地位，又岂会轻言隐退？她似乎是想拉拢我们父子俩，借助我们的势力对抗皇后和武三思二人。三公子这么说确有道理。就拿这次牵狗比赛来说吧，连抱病不能参赛的蓉儿，也要强行诛杀。说到底，蓉儿也是太平公主的心腹婢女。娘娘这么做，看来心中所想和公子一样。其实蓉儿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女，姑姑会为她而被皇后逼得出手吗？可怜的是，那些无辜的宫女枉送了性命。是啊，可怜的还有那个叫孟凡的宫女，她的妹妹也快成为无辜送命的一个了。公主，郡王爷已经离开了。公主一直愁眉不展，所谓何事？皇后和武三思如今已经沆瀣一气，野心勃勃。如果我不能成功拉拢项王父子，单凭本公主孤立无援，实在是很难对付皇后和武三思。难道公主刚才没有刺探清楚郡王爷的心意？良禽择木而栖，项王父子都是聪明人，如今敌我未明，他们未到必要之时，不会冒这个险表明立场。但是，属下今晚收到密报，武三思近日暗中调动兵马，看来有所举动，如箭在弦。如今蓉儿仍在天牢，生死未卜，而皇后这一步棋处心积虑，皇后就是想看看本公主下一步棋该如何走。假如我不去救回蓉儿，一定会牺牲她；假如我前去营救，便会给皇后机会除去本公主。这么说，救也是死，不救也是死，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茫无头绪。
公主她是不会见你的。我送你回去。多日不见，你最近还好吗？还是老样子。我已经听说了你妹妹的消息。你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要向太平公主求助，希望她可以帮你吗？但是奴婢等了1个晚上，太平公主始终不肯见奴婢。太平公主她做每件事都要有足够的回报，否则是不会多管闲事的。难道这个道理你不知道吗？奴婢知道，只是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可以救出我妹妹孟府，我都不会放弃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向皇后娘娘求情呢？皇后娘娘何尝不是和太平公主一样，只会做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。说的也是，可惜本王虽是皇族中人，不过此事乃皇后所为，本王实在是不便插手。奴婢谢过郡王爷的好意，奴婢定会自己再想办法。可你只是一个小宫女，又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奴婢相信这个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其实，有一个人也许可以帮你救回妹妹。是什么人啊？太子。太子殿下。可是太子殿下始终是有名无实。再说，他愿意出手救我妹妹孟福吗？他愿不愿意救你妹妹，就要看你的了。看我？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旦走了这一步，就绝对不可以回头了。儿臣叩见母后。果儿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母后正在挑选绫罗绸缎呢，帮帮我，来。是母后。看，怎么样？儿臣还记得，母后在儿臣小的时候就教导儿臣琴棋书画、针织刺绣，而织物就有绫罗绸缎纺、皱纱绒绡锦、呢葛提绢14种，望之如冰凌之礼，故称绫。若于罗兮轻霏霏，为之罗。你还记得呀？母后教导女儿的，女儿当然记得。哎呦，乖女儿。奴才叩见皇后娘娘、安乐公主。免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刑部已经决定3天之后辰时，将输掉牵钩的宫女于午门斩首示众。好，一切按刑部的决定行事。遵旨。且慢，母后，3天之后，儿臣准备到华阴寺上香，连续斋戒7天，为大唐祈福。儿臣认为，在此期间实在是不宜行刑。好吧，那就把行刑之日延迟到10天之后。是。谢母后隆恩。来，我们来挑吧。这该怎么样？颜色花样都不错。哎，你看这块。奴婢叩见公主。如今只有你我2个人，勿许向我行礼了。谢公主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母后已经答应延迟10天之后才会行刑。真的？可惜，我只能帮到这里了。
公主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不过是奴婢之身，公主却不嫌弃，还愿意帮我这个忙，奴婢实在无以为报。别奴婢的，你我相识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好姐妹，又岂是主仆关系这么简单？公主，小凡，你知道吗？当天我从宫里逃出来，要不是你帮忙，我也不能跟樊大哥见面。后来，樊大哥逃出牢笼，远走他方，全靠你从中通风报信。就算我下嫁武家，也有你在我身边相随，还向我告知樊大哥的一切，才能解我相思之苦。我真的不知该怎么感谢你。公主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你对我的恩情，我实在是无以为报。我曾经对自己说过，无论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不过，这次你来求我，希望我能救出你的妹妹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奴婢心里明白，公主已经竭尽所能了。可是你妹妹依旧在10天之后要行刑，这……公主请放心，奴婢自有办法。雷都尉，你们日夜看守犯人，责任重大，辛苦你们了。哎，不辛苦，这是属下的职责。赏给你们的。谢雷都尉。不用谢。不过你带我们去见一个犯人，蓉儿。这个嘛，看什么看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还不快点！是。雷都尉，请。大人，我们别跑了，放我们出去啊！雷都尉，大人，喊什么喊？求求你行行好，放我们吧，大人！我们是冤枉的，大人，我们是冤枉的，大人。这边。蓉儿，公主，你快救奴婢出去，求求你了！你该知道，这次是皇后有心为难你，向我逼迫。我若贸然救你出去的话，便会中了她的圈套。可是3天之后，奴婢便要被斩首，难道公主忍心看着奴婢死在宫中？虽然不知道何种原因，但是皇后已经下了诏书，延迟到10天之后才会用刑。3天也是死，10天也是死，这有什么区别？蓉儿，你一定要撑下去。公主，你念在奴婢不辞劳苦，一直侍奉在公主身边，你就救救我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看着你白白送死的。不过这些日子，你要忍耐一下。可是奴婢一天也不想在这儿待了。我知道，不这样。对了，你为何没有进食啊？奴婢没有胃口。你不多吃一点东西，哪有力气撑下去？等候我救你离开这里。公主说的是，奴婢这就吃。这才是我的好蓉儿。快吃点儿。慢慢吃，别噎着。怎么了？蓉儿，你怎么了？蓉儿，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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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公
末将叩见太平公主。免，蓉儿到底怎么样了？回公主，经御医诊断，证实蓉儿中了毒。中毒？不过幸亏蓉儿中毒不深，加上御医的及时抢救，方才没有大碍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知不知道是谁下的毒啊？末将问过御医，蓉儿确实是吃了牢房中的饭菜才会中毒。至于是谁在饭菜中下的毒，目的又是为何，末将一无所知。目的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本公主。如果我有什么失当的举动，他们就有借口将我除掉。如此居心叵测，费尽心机来算计公主的人，相信就只有一个，当今皇后。可是皇后娘娘不是已经下令要处斩蓉儿了吗？何必要大费周章的来毒死蓉儿呢？这也是我的不明之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都害蓉儿的，除了皇后还会有谁？他想激怒本公主，那我就如他所愿。我真的怒了。公主千万要冷静。如今项王和临淄郡王的立场未明，公主绝不能轻举妄动。我何尝不知？假如我已经成功拉拢了项王父子，我早已经出手，何必忍气吞声？启禀公主，项王府都尉方生求见，请他来见我。奴婢遵命。方生，末将方生参见太平公主。方都尉，不知你前来所为何事？末将奉三公子之命，诚邀公主一聚，共商要事。三公子，公主。龙姬见过姑姑。免礼。长话短说，你约我前来，到底有何要事商量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姑姑，这里堆放的全都是太子殿下搜集回来的粮食，准备运往瑶州救济灾民的。此事我早已经知道，那又如何呢？但是姑姑可有知道，太子殿下一直就遭到户部和工部的故意刁难，不是说国库空虚，就是粮饷不够，令他举步维艰。哦，工部和户部两位尚书竟敢如此斗胆，为难太子。归根结底，两位尚书都是梁王的人，太子殿下当然难以一展所长，所以只能四处碰壁了。原来如此。不过，太子殿下遇强则强，不仅没有灰心，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，一定要救灾救民。此举实在是令我爹和我佩服不已，因此龙姬决意全力协助太子殿下。你约我前来，就是为了要让我知道你们父子俩是如何协助太子赈灾救民。龙姬深知，姑姑修道多年，也有救苦救难之心。假如姑姑可以助太子一臂之力，这样我们共襄善举，解百姓困厄，龙姬定感激不尽。他日定当竭尽所能，以报姑姑厚德。言重了，修道之人救民于水火，理所当然。协助太子一事，本公主自当尽力。如此，龙姬便先行替太子殿下在这里感谢姑姑的好意了。公主，末将不才，实在不明白，有何不明白？那郡王爷为何要公主帮忙赈灾？难道你不明白龙姬个中用意吗？末将只是觉得郡王爷心知公主有意拉拢他们父子，于是趁机反过来要求公主助他们一臂，好让他们在太子殿下面前邀功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就是龙姬邀我前去的原因。那公主既然知道，为何又要答应，甘愿被项王和郡王爷所利用？龙姬刚才已经表明立场，他们父子对太子如何忠心耿耿。如果我要拉拢他们，就必须站在太子那一边，让太子在朝中巩固势力，不致孤立无援。这么说，公主若要拉拢项王父子，便必须先行拉拢太子。朝中无人不知，重俊虽贵为太子，但其实有名无实，处处受到皇后钳制。武三思是皇后的人，如果我站在太子那一边，就能得到项王父子的一臂之力，到时候就可以抗衡皇后。就算公主愿意压下这一注，站在太子那边，但是区区一个蓉儿，比起那宫廷中的斗争来，简直是微不足道。太子殿下怎会为这点小事帮你营救蓉儿？当然会，因为我知道，等待处决的宫女之中也有太子的人。
宫女的命虽然微不足道，但太子的颜面可不是随便能丢的。公主的意思是，借着太子救回自己婢女的同时，也救了蓉儿。只要太子一出手，我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把人给救出，而且皇后也找不到任何借口对付本公主。公主这合纵连横、顺水推舟之计，实在是高明。进去吧。蓉儿，蓉儿，凡，你怎么来了？蓉儿，你还好吧？我听他们说你在这里中了毒，你怎么样？我还好，御医说中毒不深，没什么事情。我帮你熬了一些补汤，你喝完很快就会复原的。谢谢你。其实这一次，应该我跟你谢罪才是。真的对不起。你为何要这样说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在这里。我坐牢，那是因为皇后娘娘和太平公主之间的斗争，与你有何关系？我让你吃糯米，让你继续病下去，以为你可以逃过牵钩比赛，哪晓得。你和我本是泛泛之交，你为我的事情这么尽心尽力，虽然最终还是难逃一死，但我心里还是对你很感激。可是，如今你不但不能够离开这里，还让人家下毒陷害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也许这是天意。我们以前虽然经常见面，但是我们交往不深。我也只听别人跟我说，孟凡心地善良，如同菩萨心肠。本来我还不相信，但是现在我对孟凡你的为人实在相当佩服。孟凡只是普通的宫女，哪有值得佩服的？不，以前我自视是太平公主身边的人，从来都看不起那些宫女。但那次我被他们戏弄、毒打，幸好有你帮我说话。那时候我才觉得，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快点喝补汤吧。你刚才去看蓉儿，她没有什么大碍吧？幸好她中毒不深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她有没有发现什么端倪，或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？没有，她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那你干嘛一直闷闷不乐、满怀心事的样子啊？三公子有何良策，可以救出奴婢的妹妹？我们首先要想办法，在行刑之前通知太子殿下，尽快赶回京师。但是，奴婢听说太子殿下现在正远在瑶州赈灾，就算要赶回来的话，也要好几天的时间。因此，你一定要让安乐公主劝说皇后娘娘拖延刑期。我们还要让太平公主去和太子殿下说这件事。太平公主已经隐退太平观，朝中之事早就不再过问。
他又怎会去找太子殿下呢？所以，我们俩要立刻分头行事。我来想办法让姑姑亲自去找太子殿下。那奴婢呢？首先，你要做的是向蓉儿下毒。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孟凡，事到如今，情非得已，你也只能这么做。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，才能营救出你妹妹，这样她才有逃生的希望。你明白吗？蓉儿向来跟我无冤无仇，我却为了救出孟府，竟然用计毒害她。原来你还在为此事烦心。让我最难受的是，蓉儿一直都不知道我们在利用她，她还以为我一直好心帮她脱险，她还向我感激道谢，这些都让我更加觉得内疚不安。哎，这不能怪你，不怪我，又该怪谁呢？这个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。更何况下毒的人不是你，是我，小马。话虽如此，但毕竟此事是因我而起，我实在难辞其咎。我不过是在牢房送给蓉儿的饭菜中放了些药而已，那个药也根本不是什么毒药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药啊是我们家鲁公公用来偷懒装病的时候才用的。那个药服下去啊，就算御医来检查的话，也根本查不出来，以为是中毒，但不会危害性命的。你不用一直内疚下去。可是我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变得那么不择手段。这样做也不是我们的错。哎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是后宫的生存法则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更何况，只要能救出孟福，我也愿意用生命来换。我小马今天做的一切，我都永不后悔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这么盯着我嘛。你先回去，我再打听一下。孟凡，小马，怎么样？太子有没有回来的消息？我到处打听了，还没有回来的消息。你可知道，上次输掉千沟的宫女，明早辰时便要推出午门斩首示众。当然知道了，他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，幸好那天我们没有输掉比赛，否则啊，如今人头落地的便是你跟我了。怎么办？如果太子还不回宫的话，那小芬岂不是没救了？哎，孟凡，不如你再去求安乐公主，希望她向皇后娘娘游说游说，再把刑期拖延一下，好不好？上次安乐公主已经帮了我一次了，这一回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借口可以让皇后娘娘一再延迟。那怎么办啊？难道孟府的命就这么苦吗？吵什么吵？都把嘴闭上！进去吧。小福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有什么好消息吗？你是不是来接我出去的呀？对不起，姐姐帮不了你。我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妹妹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不要碰我！你不是我姐姐，我不想死，我不要留在这儿！妹妹，你不要这样！你需要帮忙的时候，
你记得我是怎么帮你的吗？我明天就要被斩首，你做了什么？你滚！小福，我已经想尽办法帮你了，就连违背良心的事情也做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姐姐宁愿替你去死。那你去死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！妹妹，不要！为什么？我一直没有做过坏事，我希望的就是在宫中好好的生活而已。为什么上天非要赶尽杀绝？我不像你，有贵人可以帮助你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就这样死，我不甘心。妹妹，吵什么吵？这是你们最后一顿饭了，明天一早就要处决了。再不吃饱一点，以后就没机会了啊！赶紧吃吧。小福，小福，不要打了！快一点，不让你跑啊！让你跑！求求你，不要打他了，留他条小命吧。他只有1天可以活了，求求你了。不知好歹的家伙，告诉你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姐姐，算是你有福气。老实点。谢谢。小福，小福，姐姐，洛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太子殿下，前方来了一队人马，也不知道是何许人。做好准备，保护太子。公主殿下，是姑姑。重俊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吗？谢姑姑关心。可姑姑现在不是应该在太平观吗？怎么会忽然到这里来啊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。人犯，走。有功不赏，则善不劝；有过不诛，则恶不惧。宫女蓉儿、孟福、姊妹、子君、穆贤、淑慧、秀忠、小娜、思琴、玉庄，因牵钩比赛中落败，难辞其咎，罪不可恕。经刑部审讯，论罪当诛，判斩首之刑，钦此。准备行刑。
少吃一点。姐对不起你，姐姐救不了你。姐姐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最爱吃的糕点。你多吃一点。姐姐答应你，每年都会去拜见你，给你多烧一些冥钱。时辰已到，送行者退后。姐姐，姐姐，小夫有悔不爱，姐姐，姐姐。来人，把这个宫女押下去。是。小番茄，
臣叩见太子殿下。起来。谢殿下。未知太子殿下前来所谓何事？本太子下令，免去这般宫女的死罪，即刻将她们释放。这是皇后懿旨，太子，这皇后虽为六宫之首，但她也不能随便干预朝政。本太子要放人，岂容她阻挠？微臣奉皇后之命处决这般宫女。如果太子执意放人，不如请太子先行面圣，待皇上定断之后，微臣自当遵从。大胆！莫非你想违抗本太子之意？臣不敢。本太子现在就要将人带走，谁敢阻拦，就是跟本太子过不去。也许他们觉得，无论他们犯了什么错，都会由太子殿下为他们出头撑着。我倒要看看这个靠山有多牢靠。太子当然是不足为患，可是，一只苍蝇会坏了一锅汤，所以，我们无论如何要尽快的除掉这只苍蝇。你也知道，皇上对太子实在是不错。我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？皇上会听你的话。哎呀，说到底，他们是血脉相连呐。即便皇上最后还是听我的，可我也得下一大番功夫啊。我有办法。多谢太子及时相救，如果不是太子，奴婢恐怕早就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先起来吧。说实在的，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离开了京城，你就不用受这个苦了。我心里面很难过，对你，我觉得过意不去。这不关太子的事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是我东宫的人，我竟然让他们随便把你抓走。还差点连命都没了，我真是没有想到他们竟敢这么做。我这个太子真是太无能了，竟然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了。太子千万别这么说，太子可以把奴婢当作家人，奴婢已经觉得受宠若惊了。孟夫，你曾帮了我许多忙，在我心里你早就是自家人了。可惜，真正是我自家人的，却从未把我当成家人看待。皇后是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太子殿下今日在刑场救了奴婢，这同时也就违抗了娘娘的懿旨。如果皇后娘娘不肯善罢甘休的话，恐怕……你怕皇后娘娘会对付你是吗？你放心，我答应你。从今天开始，绝对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啊！多谢太子殿下。
小福，姐姐，小福姐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，小福姐，你得先跨过火盆才能进去啊！把火盆拿出来。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！可是君二姐说了，一定要火大一点，这样才可以把你身上的晦气除掉。是啊，要是没把你身上的晦气扫干净，下次再有事还不知道会是谁呢。大家也只是求个心安罢了。况且这些日子大家都没有睡好过，都在担心你。来，姐姐帮你，来，快吧！1、2、3，谢谢大家。大家都是好姐妹，就不用谢了。下次要是换作是我，不要乱说话。过去的事情大家都忘了吧，否则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可是小福姐得罪的是皇后娘娘，真的可以当作是梦一场吗？哎呀，你就是喜欢杞人忧天。听说皇后娘娘，她要对付的根本不是比赛千沟中输的人，孟府只是不幸被牵扯进去，所以大家以后呢都不用担心了。那是谁得罪了娘娘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啊？哎呀，其实这件事早已经传遍宫中，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说了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走，小福姐。哎，我刚才都替你解围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，皇后娘娘到底对付的是谁啊？我只是不想大家担心，随便说说罢了。刚才谢谢你帮我。姐姐，之前我曾经在天牢说，你不是我姐姐。对不起，傻丫头。当时那种情况，说出那些话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呀。姐姐怎么会怪你呢？可是我也不应该跟你抱怨的呀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很多了。姐姐，我答应你，你跟我说的话，小福一定会记在心里。如果我不能保护你的话，我还怎么配做你姐姐呢？更何况在宫里头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。或许哪一天，姐姐反过来还需要你帮忙呢。姐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就算不要命，也会帮你的。不，如果要你的命，姐姐才不要你帮忙呢。姐姐，小福。哎，孟凡、孟福，你们在这儿啊？小马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这次平安回来，我当然要亲自过来恭喜你啊！这个是我亲自为你修的护身符，送给你，保佑你以后可以平安。谢谢，这次小马也出了不少力。没有了，我真的没帮上什么忙。姐姐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报答我？哎，我煮饭给你吃好不好？好。不过这顿饭让我来煮，当做庆祝你平安归来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好不好，我来煮嘛。我来煮吧。你们两个，你帮我，我帮你的，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把我当外人了吧？不是，我是真的很想请大家吃顿饭。小马，你就帮我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帮你。哎，我们赶紧想想吃什么好不好？姐姐，你想吃什么？南瓜羹。好啊。小马，真的吗？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房间还有一个红的，好大的一个呢。众位卿家急着要见朕，有何要事？老臣冒死要向皇上觐见。
几位都是朕的肱骨之臣，有什么事先起来再说吧。皇上乃当世明君，你们一片担心都是为了社稷，皇上岂会不知啊？你们有言尽说，言者无罪。臣等此次前来是为了太子殿下扰乱法场一事。太子奉旨去瑶州赈灾，尚未完成使命便返回京城，置瑶州百姓生死于不顾。不止如此，太子还竟然到刑场阻止执法，扰乱法纪，如此大逆不道，臣等担心会引起天怒人怨呐。要说天怒人怨，或者是危言耸听，可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呀，天下百姓可都看着太子的一言一行啊。皇后娘娘所言甚是，有法不依或是赈灾不力，随便一样就足以令百姓寒心。而今两样加在一起，能不令天下的百姓担心吗？是啊，那众爱卿有何提议呀？臣等以为，皇上应该考虑另立太子。什么？另立太子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哎呀，另立太子，废除太子，那事关重大，岂能儿戏？臣等当然深明不能轻言废立太子，可是为了社稷的未来，别无选择呀。皇上，就算千秋万世的基业，只要继位者不得人心，臣民背弃，国运由盛转衰，也只是旦夕之事。请皇上圣裁。好了，皇上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皇上自有主张。是。皇上，你的意思呢？还有什么要处理的吗？废太子的事情啊！啊，原来是这件事。皇后，你别跟那帮老家伙一般见识了，他们那是小题大做。皇上，臣妾不觉得那是小题大做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也同意废太子。皇后今日不是才亲口说过，废立太子不能当儿戏，况且太子并没有失德呀。哎呀，这都是面子上的话，在他们面前，我当然要站在皇上这边了。可是，臣妾想知道，难道皇上真的认为太子没有失德之处吗？太子所犯的，只是一点小的错误。一点小的错误，那你觉得他们今天是无风起浪了？朕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要是他们说对了，那就是太子的错；要是他们说错了，那就是这些人扰乱朝纲，就该被抓起来杀头，留着他们后患无穷啊！皇后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。皇上，到底是你在为难臣妾，还是臣妾在为难皇上？今天你看看，朝堂之上这么多位大臣，啊，根本就不给皇上面子，简直就是在怪皇上教子无方啊！按照这个情况，都应该拉出去处斩了。可是呢，人家说的都是事实，我们无言以对呀。所以朕说了，皇后，我们就不要跟那帮老家伙一般见识了。皇上，难道你觉得我多此一举？朕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好吧，臣妾以后就不再上朝了。
免得妨碍了皇上办事。皇后，你别这样。其实我心里头明白着呢，皇上心里一直只有太子，因为太子他姓李。皇后，你何必这么说呢？你向来知道朕的心思。皇上，臣妾已经憋了很久了，我一直不敢说，可是我今天也不怕说了。皇上一直说，臣妾的建议很重要，可是每次我提到太子，皇上不是沉默就是回避，这是亲疏有别呀。皇上，你不得不承认吧？朕并不是这样。这个就算了，本来嘛，这就是李家的天下，我这个姓韦的人，凭什么说三道四啊？可是你看啊，你看看今天，这么多大臣都跑来反对太子的做法，来弹劾他。今天看来，站出来的只是这几个人，可是底下到底还有多少人反对太子，谁也不知道。皇上，尧山这个人不随便说话的，何一方更是吧，被称为一方好人，现在连他们2个人都跑出来反对太子。皇上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？臣妾身为皇后，难道不该担心吗？我难道不该来提醒皇上吗？参见王爷，三公子。王爷，三公子猜的没错，尧山那几位大臣，表面上是主动入宫求见皇上，其实是奉韦后之命。哦，想不到连一方好人都被皇后收买了。看来，皇后的势力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。皇后娘娘最厉害的一点，就是她懂得抓住人的弱点。一方好人虽是个好人，不过弱点也是存在的。我认识他多年，他一向与世无争，从来不会树立敌人，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。我想不出他到底有什么弱点会被别人抓住。不与人为敌的人，通常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真的与世无争，但他当真如此清高，就不屑在充满明争暗斗的官场里打滚。第二，他是装出来的，趁人不备时来个突然袭击。可是，这一方好人已年近古稀，行将就木之人还要争权夺利，是不是晚了一点？说的没错，所以还有第3个原因，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一直在做好人，就是怕与人为敌后会被人找出秘密来攻击的。他也有秘密。早年时他仕途不佳，曾经暗地里抛妻弃子，娶了当时的刑部尚书的女儿，从此飞黄腾达。于是这件事便成为他毕生的污点。皇后就是发现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一方好人也只能俯首听命。三公子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提前派人查过他？查探他的人不是我，是皇后娘娘。我可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查探朝中的每一个官员。看来皇后身边也有你的人。放生，你是我的人，你自然也会被人监视，所以有些事情不能让你来做，也不能让你知道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如今一方好人也站在皇后那边，看来太子更加失威了。这也不一定。皇后也有废掉太子之心，纵使皇帝暂时不愿意，可是假以时日，也无法避免。王爷言之有理，皇上向来对娘娘言听计从，这次皇后更是煽动群臣以助声势，看来这废除太子之事志在必得。难道你们忘了废立太子一事，并非皇上一个人说了算？太子乃是伴君，岂能说废就废？丁大人，
皇上交付太子到瑶州赈济灾民，太子竟然抗旨不争，这简直是目无朝纲啊！你目无朝纲的人是你们。之前本太子要你们来商议瑶州赈灾之事，个个想尽办法找借口、找理由推脱。今天竟敢还厚颜无耻，在这说本太子的不是。老臣冒死也要说一句，太子这么做简直是上愧于君，下愧于民，将来如何担当肩负天下之大任？皇上，御史大夫董承文已经奉太子之命前往瑶州赈灾。纵使如此，太子擅闯刑场，破坏法规，乃是不争的事实。如果没有一个说法，皇上又如何服天下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应该给太子一个机会，理应从轻处罚，以示后效。皇上以为如何？臣以为蓄统之事不可轻言废立。太子虽然有错，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罪。废去太子之位，又另立王子替补，也非易事，请皇上三思。言之有理。姑息养奸，误国误民啊！如果让太子登基，轻则遭臣民背后窃笑，重则只怕会祸国殃民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皇表叔说的对。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就有《大唐永徽律书》记载，太子罪当等同受刑宫女。那些宫女犯了哪一篇哪一条罪，便该以此来惩罚太子。这么说，那些宫女犯了什么罪啊？老臣不才，昨晚连夜翻遍了《大唐永徽律书》，可是没有一条写明牵钩比赛中败下来的就是死罪呀。哦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些宫女她们没有犯罪的话，那太子救了她们也不应该被判有罪，是吗，皇上？对，牵钩比赛嘛，不过是一场游戏。朕还记得孩童时代，朕也非常喜欢牵钩比赛，那个时候还经常输给八皇帝以及各位皇子。啊，有道是，奖罚分明，这才公平嘛。皇后娘娘，玩牵钩就是玩玩，总不能输了比赛要跟杀人犯一样同等处死吧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太子是仁者，未来的仁君，解燃眉之急，在虎头刀下救回了不少冤魂，又何错之有啊？输了就该杀，有何不可？你们一唱一和的，想犯上作乱吗？王爷，记得去年安乐公主与宫中命妇斗嘴，结果败了下来。那以王爷之见，你家儿媳是否该处死啊？你放肆！啊，皇上，微臣失言，请皇上恕罪。好了，众爱卿们不必再争论了。朕说过，牵钩比赛不过是一场游戏，输了也没有什么滔天大罪，依朕之见，死罪就免了吧。但是每个输掉的宫女，杖打50。至于太子你擅闯刑场的罪，也就免了吧。就这样吧。谢皇上。虽然以退为进，帮了太子，可是万一让皇后察觉你是站在太子一边的，恐怕她早晚会对付你。孩儿以为刚才的形势，姑姑的心腹大臣全都出来维护太子，如果我没有一些表示，姑姑也会对我们有所不满。原来太子与太平已经暗中形成一党了，难怪你对废太子一事如此从容。不过皇后始终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刚才我一直担心，怕皇上一时把持不住，栽在皇后手里。只要皇上金口一开，废掉太子，就在所难免。不会的，爹您可以仔细的想想，皇上与太子的关系，
可以说是血浓于水。更何况，皇上现在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纵使皇上如何不济，也不会置亲情于不顾的。如果皇上与太子是生在寻常百姓家，或许会幸福得多。至少，没有人会逼他们父子相残。如果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片是非之地。只要是我李唐子孙当皇帝，我是无所谓。可惜皇后绝对不会甘于只当皇后。太平也不会真的退役，534更加不行。为了李唐江山，我们父子俩是离不开了。我不自命清高，也不孤芳自赏，我也要皇位。但是如果要父亲杀害儿子，妹妹残害兄弟，像这样杀戮不断，我宁可不要这个皇位。所以，像现在这样，若能辅助太子登上大统，我们父子俩也可以减少一点杀孽。感觉如何？感觉不错，好多了。果然有定气凝神之功效啊！那就好。娘娘，通过这件事，一定要谨记。怒气只能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为了那些人而伤害自身，实在是太不值了。有道理。我最近都多了几根白发了。为了那些人，我的容颜是一天天憔悴下来啊。哪里，娘娘，您依然是明艳照人呐。该愁的应是太平公主才是。王爷，你可不能小视了太平啊！此次斗败的是我们，人家可正是洋洋得意呢。今天出来挺太子的，都是太平公主的人，看起来他们在暗地里早就联手了。是啊，真是高招啊！我们想引他出手，他呢，借太子那把刀来反击我们，既救了自己的心腹，又可全身而退，真是高啊！不过这次交手，我们也并非没有斩获，最起码我们知道了我们对手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，这会让我们提高警觉，知己知彼，才能够让我们立足于不败之地，不是吗？哎呀，你倒是会自嘲啊！不过自嘲也好，能少生几根白发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太平，他到底还能忍耐多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70、171、172、1
服。太子，让开！是。福儿，福儿，你还杵着干什么？去叫御医。是。福儿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福儿，仅仅有实力者，他不能折服佛所设，非人所护。公主，蓉儿她回来了。蓉儿，公主，蓉儿活着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们赶紧去请御医过来，准备衣衫饭菜，待会儿给蓉儿沐浴用膳。是。蓉儿，赶快起来，我们要先谢谢菩萨。起来。多谢菩萨保佑，多谢菩萨。多谢菩萨，蓉儿，快起来吧，小心。公主，奴婢知道你是为了我，昨夜担心的彻夜未眠。你为我受了这么多的伤害，还差一点送命，我又怎么可能安然入寝呢？只要是为了公主，让蓉儿走一条什么样的路，蓉儿都不会有怨言的。薛少当年是被冤死的，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不好好照顾你？我怎么可能让他失望？公主真是对奴婢恩重如山，奴婢无以为报。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来，要不是有公主在蓉儿身边，蓉儿的生与死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。每当我看到那些宫女每天都不知道在盼望什么的时候，奴婢就觉得自己好幸福，因为蓉儿知道，在这深宫中，有人打从心里的疼我、爱我，所以蓉儿在受苦的时候没有喊出来，因为蓉儿心里面想着，公主在家里等我，所以半点痛苦都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蓉儿知道有人希望奴婢叫苦连天的来伤害公主，所以奴婢更不会喊出来，因为奴婢要为公主争一口气。好，不愧是本公主的人。姑姑的琴艺越来越精湛。早晚常伴金灯，除了敲经念佛，就是弹琴自娱，孰能生巧罢了。侄儿着实佩服姑姑，在宫里面风起云涌的时候，遁迹空门。可惜，想要远离俗世，亦是身不由己。这次请太子来，就是要亲自感谢太子救了蓉儿一命。姑姑言重了，应该是我要谢谢姑姑才是，能够让我拯救无辜。假如没有及时救人，充俊定会非常自责。皇后竟然草菅人命，滥杀无辜，着实可恨。太子息怒，皇后虽然过分，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
不要再挑起无谓的风波。或许是姑姑近日潜心念佛，所以凡事都宽大胸怀。但凡尘终究是凡尘，你不打老虎，老虎就不吃你吗？虎毒不食子，最毒妇人心。可惜皇后从来就没有视我为儿子。太子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这宫中遍布皇后眼线，万一给她找到借口，有可能就变成羊入虎口了。难不成只能这样纵虎为恶，任他在宫中横行霸道吗？力敌不如智取，你纵有一身勇猛，也无法凭赤手空拳把老虎打死。姑姑所言甚是，可有什么办法？我老了，脑袋想多了就会头痛。太子才德兼备，自会想到办法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也是信任的。太子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，我定会帮忙。那雌老虎很是狡猾，太子一定要谨慎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是，姑姑所言，宠俊牢记在心。福儿，别怕，你别怕，没事，你醒了。太子，别怕，福儿。我又回东宫了。你回来了，你被杖责时晕倒了，是我把你抱回来的。是你抱我回来的。孟父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绝不会再让人欺负你。可惜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，对不起。殿下言重了，是奴婢自己命薄，才要受这些苦。殿下多次相救，已经对奴婢有情有义了。当日父皇在大殿上已经做出了定夺，我没有办法让你能够避免杖责。没关系了，反正都已经受了。我是不是还没有打完50仗，对吗？那还有多少？还有很多吗？我不想再被打，我不想再被打。孟父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把伤养好，其他的之后再说吧。那你不要以后我不要再被打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。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。莫凡，小马，小福怎么样了？我刚才去东宫打听过了，经过御医诊断，孟福已经醒过来了，伤势好了很多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小马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哎呀，那是太子寝宫，不是什么人说进就进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从小到大，我爹跟我都没有责罚过他。虽然我们在宫里是低下的婢女，但小福他处事一向圆滑、善解人意，也曾未受到过主子的责罚。这次要让他受杖责之刑，这样的苦他怎么受得了啊？还说呢，那天孟福在刑场上只受了39杖，就被太子给带走了。听我们家鲁公公说，还有11杖需要追究呢。你说孟福才刚醒过来，就又要打，他能受得了吗？哎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些做下人的，生与死，都只是主子的一句话。
管我们的死活。